现在来到 Lake Garden 这里，今天礼拜天，来跑一个 long slow distance， 真的是 slow 的，因为昨天星期六也是跑了大概20公里，今天也是跑一个20公里吧，在 Quebec。然后我们 park 在这里，发现有钱，有人跌了他的5角钱跟1角钱。可是5角钱加1角钱6角钱都买不到东西，现在6角钱。今天慢跑，刚刚开始，小心看车。这是阿 Ken 嘛？啊？那 Garden 呢？平时周末呢，就会有很多人喜欢来这里运动、散步、跑步，因为那 Garden 里面也有很多park，像是 Butterfly Park 啊，我也不懂还有什么其他的park，有一个观星台，然后所以周末这里就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孩子来这边玩啊、逛逛啊、散步啊。那我们这个时间来啊，早上6点啊，其实是还有很多可是你7点过后天一亮，一位难求。最近啊，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每当我一要出国啊，我跟我的同事啊、朋友啊，他们讲要出国的时候，他们就讲又是去跑步。我都是想对，因为出国，我的3次出国9次都是因为有跑步、跑马拉松，所以他们都会讲。我讲我要去国了咯，他讲又去跑步，是哦，就是去跑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每个人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出国跑步是我选择我享受生活的一个方式啊。哇，这里有点暗呢，没有路灯。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喜欢出国，有些人喜欢 cafe hopping， 然后喝咖啡，在外国找咖啡馆喝咖啡，或者是有些人就喜欢大自然一点，就去郊外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是喜欢shopping， 所以他们就是留在市区。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然后我本身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是去跑步。所以当你去到国，你去跑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跑的路程不是短，你跑长42公里，所以在这42公里，你可以看到平时你出国你不会到的地方，就有些小巷或者有些街景。你出国你是不会走到的嘛，可是透过跑步，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没有跑步，会觉得为什么弄到自己那么辛苦，出国还要这样辛苦跑步。对，跑步是辛苦啦，一点都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辛苦的同时又享受的话，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来的。那我算一算我本身出国的次数，好像有去了6、7个国家跑吧，台湾、香港、韩国、日本、泰国，越南，对。所以你在每个国家跑，那感觉就不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看见他们当地跑步的文化也不一样，像是越南啊，上次第一次我出国跑哈龙杯下龙湾马拉松，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啊，他们跑步喝水啊，他们戒了，他们水壶是一支一支的500 ml，然后一个人去拿水，然后喝了碰到嘴巴的那个水瓶，然后就 pass 给下一个人，每一个人这样轮流传，所以每一个人都间接接吻了，所以就会对我来讲是有一点接受不到，喝别人的口水喝到别人的口水，就 pass 到最后那个最惨了，蹦啊，跟几十个人接吻了。可是他们那边就是这样的文化，因为那时候我去跑，然后每一个水站，那个配速员我跟着那配速员315的，我记得他也是去帮忙拿水，然后其他跑者就只是跑了。然后他们就 pass， 然后他 pass 给我的时候，我讲不用，我自己去拿比较好。然后出国跑步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优点呢？第一，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觉得天气一定是比马来西亚冷的了。通常选择那些国家去跑都是会比较冷一点，所以你那个体感会很不一样，在冷天跑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转右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出国跑步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有冷天 ，which Malaysia 没有 ，Malaysia 有啦，你去跑那个 Cameron Run 这样就有冷天了。那第二个好处就是马拉松起跑的时间不用那么早，可以睡迟一点，因为在马来西亚你的马拉松啊，它是大概2点半也有，3点也有，3点半也有，好像最迟都是3点半不了火全嘛。如果你是去东马的话，可能凌晨12点1点就开跑了。所以你是完全没有得睡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对身体不是很好，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休息，然后你会去跑一场马拉松。所以为什么你在外国比较容易做时间？第一就是因为天气冷，第二就是你有足够的休息，所以你就会 perform 的比较好。基本上啊，你在马来西亚全马的时间。减一个10分钟，那就是你在外国可以跑的时间 ，roughly 啦。如果你可以维持到，然后你的 form 也很好，大概10分钟。你比如说你的马来西亚全马时间340，你在外国就是330。现在跑着6分配速，心跳是120多左右。可是出国跑会有一个问题，不是问题啦。就是它的不好的地方，第一，你就要花更多的钱去报名赛事，因为在马来西亚一场赛事呢，100多块，有时130、140，有时160，人家就呱呱叫。可是如果你是去日本跑马拉松的话，一场赛事打底700马币以上。香港的上次跑过好像是300-400，台湾的也是300-400，所以其实相对来讲，马来西亚的赛事是算蛮便宜的啦，100多块。外国的是蛮贵一下一场，好像如果你上次我跑了 Tokyo Marathon， 它的报名费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3000，1000出一点。所以真的是不便宜，所以你出国，你已经要花费了，然后你还要再加上你的跑步的经费，所以都是要花一笔钱啊。可是你花了这笔钱，你的体验
推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出国跑呢的缺点呢，不是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出国，你搭飞机啊，然后你去旅行，身体一定是会有一点疲倦，然后再加上你要去马拉松，所以有时候你会很难拿捏。就说比如说你马拉松是礼拜天，可是你拜四就到嘛，或者是拜三更早，那几天你要走很多的话，你又担心你礼拜天的表现会不好，会受影响，因为你脚一定会酸的嘛。你一天走20,000步，所以你又不能走太多，所以就要调整哦。你就是去到外国，你又不能观光，又不能走太多，然后直到你跑完比赛过后，你才可以去真的去走。可是那时你的脚就已经很酸了，可是还是可以走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出国跑比赛需要顾虑的地方。除非你是讲我出国，我的专注力不是在旅游，是在跑比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好的休息，然后你在比赛的表现也会比较好。现在6点40分，差不多要满了。这个停车场要口水先，跑了5公里，这样跑出去外面。对，他们London Marathon是4点开跑，4点还是4点半？我们时间啊，我们的时间，4点半，4点半，我们的时间。我们是下午啊。对，预测它是7点吧，7点跑完。天开始亮了，好多车跑上去啊！现在我们准备跑去 KLCC 的方向，因为今天有 KLCC Half Marathon。今天我们3个人跑去 KLCC， 这条路已经封了，因为 KLCC Day， 所以他们封掉这条路了。日出啊，要日出啊，很美吧？那个天空没有。这个就是他们 KLCC 下来的路线。哎，有一个 balloon 哦，我猜应该是3个种的 balloon 来的。啊，看那些跑者在这边。我拍一下，你们去的。OK。这里离 KLCC 还有多是，这里要去到 KLCC 应该还有3K 吧。哦，我好久没有跑 KL 的赛事了，不是 KL 马来西亚的赛事。上一场啊，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Boss Malaysia Run， 应该半年了，半年没有在马来西亚跑比赛了，会感觉啊，好熟悉的感觉。哇，你看这个日出 ，Hello， 你看这个日出。极美哦，这个天极美。这个是它的 finishing line，KLCC 的 finishing line，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
Runners 冲线，现在是7点，也就是说3个小时的21K 3个小时的。旁边。我们绕过这个 KLCC 的 finishing line， 现在是要跑 KL Cafe 的路线了。散热。Par Free 的路线，10公里啊，5公里。虽然没有比赛，可是还是可以吃脚的吧。因为跑步也是有用力的嘛，所以不一定是要比赛才可以吃胶的，训练一下。OK， 算了，丢垃圾。跑完咖啡，现在回到来加兰巴利门，要回去雷嘎在那边路走一圈，应该是多一圈。现在是7K， 跑完20公里啊，平均配速5分40秒，1个小时53分。OK 啦，今天就跑到这里。好吧，今天的训练日常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期见，拜拜。